就是越狱犯。小姑娘挺聪明啊，这样都能被你看出来，怕不怕？怕的话乖一点。没人接，一定出事儿了。大姐，是枪声，就在前面。教官，歹徒被我们抓到了，捆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可能被我毙了。你伤哪儿了？倩倩手上中了一枪。我看看。啊！倩倩，指挥中心，华南路一带有人受伤，马上派救护车。盯了一天了，眼睛都盯酸了吧？这大门动都没动过，我都快产生幻觉了。换你。哎呀！哎，干嘛？虫子。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怕什么呀？当警察、刑侦抓捕都不怕，最怕虫子了。这里黏糊糊的，潮兮兮的。给。巧克力，太棒了，70%的可可。好喝。光你吃，你给我点儿啊！快看，快看！连续3天了，白天一直关着门，晚上一直开着灯，也不知道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这样，带点东西，咱到处转转。
这条河啊，是从夏明家门口流过来的。夏明家以上的区域水质是正常的，但是这个地方的水明显变质，肯定有问题。你说你这么一直盯着，那苍蝇进出都数清楚了。咱们盯这么长时间，我估计也没什么动静。晚上肯定也没动静。我估计就不是什么生产毒品的地方吧？是不是生产毒品？等省队化验出来了，自然就知道。你省队也真是的，你说你搜查搜查不就完了吗？你一搜查，不就知道里边是不是生产毒品的了？哼，去搜了，不是生产毒品，那倒好。那要是怎么办？那是更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省得咱眼巴巴在这盯着了。好什么好呀？要是生产毒品了，那他们的头是谁？你一搜，那是打草惊蛇。瞎说什么呀，在这儿？说的也是啊。哎，高立明，有动静。还有货哎！丁鹏毅已经从丁立倩的电话里总结出了一条规律：只要重案、大案、大线索，丁立倩的电话一定关机。眼下，丁立倩的电话已经关机3天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是重案组发现了重大线索，那么这些线索会威胁到集团的安全吗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丁鹏毅已经让丁立倩负载起了这样一种极度违背他本意的功能。沈队，哟，回来了啊，来过来，查的怎么样？夏明的账户2个月前有过一笔10万块钱的不明汇款，汇款的地点就是在南疆。谁汇的？是一个农妇，不过这个农妇对汇款的事儿一无所知。确定吗？确定。这个农妇的家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，更别说是10万块钱了。不过她提了一件事儿，就是几年前她来南疆打工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人花了100块钱买了她一张空的银行卡。那个人长什么样？她说时间太长了，又是晚上，记不清了。那10万块钱，具体是从哪家银行汇出来的？是东桥边的建设银行。省队结果出来了，身份中还有大量变动，而且强弱批次不一样，说明他已经存在一段时间。老鬼。老鬼的生或者死一直是个谜团，而现在这个谜团终于被撕开了一个角。为什么提哥死后长久的一段时间里，南疆市毒品彻底消失隐匿？为什么这段时间南疆市所有县人都查不到禁毒渠道，而新型毒品冰壶却悄然现身？这之间只有一个可能：提哥根本不是老鬼。老鬼根本没有死，他利用T哥隐藏了自己，并蛰伏了起来。而现在，他耐不住寂寞了，而现在他重新出现了。刹那之间，沈飞扬的心中泛起一阵熟悉的撕裂般的痛楚，这种痛楚伴随着关于蓝蓝的记忆，原来一直是新鲜如新，原来一直是惨烈如新。你是不是特想嫂子？
我也特想嫂子，嫂子笑起来特灿烂。哎，嫂子把你管得服服帖帖的，可就是管不了你这工作狂的毛病啊。哪儿止这些？我这不爱洗澡、抽烟、盘腿儿，这些毛病哪个扳过来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兰兰吧，就是嘴狠，哎，其实心特别软。我听说你在家饱受摧残，不是夹板就是绷带的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那是兰兰为了给我纠正动作，说我蹲着不好看，给我上的手段。但我还是我呀。你呀，你二坏。其实嫂子挺凶猛的。你这么说也没错，她是凶猛，但是人家凶猛的有范儿。是有范儿。行了，不聊了，加班去。谁？沈队。沈队，情况怎么样？刚才来了几个人，搬了几个箱子进去。还有没有别的？没有。沈队，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昨天取回去的水经过化验，里边还有大量毒品。再加上这个村的种种迹象表明，夏明家里很可能就是一个成规模的制毒窝点，而且工艺非常完美。把制毒窝点装在普通宅里，不可思议啊！好端端的一个村子就被毒品给污染了。沈队，咱把夏明给抓起来，这小子肯定给收买。绝对不行！在没有发现夏明的踪迹之前，绝不能打草惊蛇，必须24小时监控。是。这样，咱们先收队，回去商量一下。老六，通知丁力。丁力，带人过来换班。这。好。我回来了。我好像走了。干嘛呢？我这2天没有休息好，不太舒服，上医院又太麻烦了，我就找医生开了点药，自己注射。自己注射怎么行啊？万一扎不准血管呢？哎，菲菲，你这胳膊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全是针眼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上医院又贵又浪费时间，我都是自己注射的。现在呀，我熟能生巧，血管一下子就找准了。这身体不好还有理呢？安妮，别光说我啦，说说你的白马王子。哎，你们最近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什么叫不怎么样啊？快说说，我给你们把把脉。我最近老也见不着他，给他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，弄得特神秘。每次问他，他就说忙。这男人呐，如果爱一个女人，他就是再忙也说不忙；要是不爱呢，那就是再不忙也说忙。而且这个刘东挺帅的，安妮，我总觉得你们的感情有点危险。那要真那样该怎么办呀？现在时代变了，好男人呢特别抢手，所以你要像捍卫自己的生命一样捍卫爱情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怎么捍卫？我觉得你干脆调休几天吧，跟着他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电话，或者是女人的香水儿、头发。要是真有，你就跟踪他，找到那个女人之后，你就一下咬死他，跟他拼个你死我活。行不行？你能不能出
出点正经主意啊！真的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。安妮，你干嘛不亲口问问呢？我不敢问，我害怕他，万一说他变心了呢？万一他跟我说他不再爱我了呢？那就算是这样，也比你天天闷着瞎琢磨强吧。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他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全部。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比我自己还重要，那就是他。我愿意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任何事情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沈队，丁力来电话了，发恶臭的那片山林的承包人找到了。谁呀？刘东，丁氏集团的青年才俊，刚回国没多久。丁氏集团？这样，这事儿先保密，别让丁立谦知道。嗯，哎，那这次行动要避开丁立谦吗？你让我想想。好。最近这右眼皮子老跳，不是什么好兆头吧？董事长，您是累了？可能吧。刘东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再过2天，这批货就可以完工了。到时候我会转移处理存的。安全吗？安全，绝对安全。我都是按照您的要求采取了措施。即便是警察查到了内存，也不会查到我这儿。原料的输出和成品的输出都有严格的分工，都是单线联系的。接了这一段，不会通往下一段。那个夏明的人呢？夏明，是我让手下用钱去买通的。买通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人，非常便宜，也非常容易。很便宜、很容易的人，通常有2个贪字：一是贪财如命，二是贪生怕死。要是出事儿，第一个出卖你的可能就是他。刘东啊，董事长的话，你听懂了吗？做大事就要狠得下心，下得了手。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路，要想平平安安的走好、走远，就不能心软，就不能留下任何隐患。你放心吧，王叔，我跟董事长这么多年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能活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；不该活的人，他绝对活不了。
安妮，你电话终于通了。我快急死了，我调休1周，这都过了2天了。我这才跟你联系上。安妮，你没上班啊？我调休了，我发短信通知过你了。哎呀，我忘了。最近我老也见不着你。我公司太忙。安妮，要不这样，我一会儿把电话给你打过去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。小邓啊，最近跟安妮怎么样啊？最近我忙，没顾得上她。等闲下来，我再好好陪她。这阵子又怕分心，所以我没怎么开跟她联系的另一部电话，冷落了她。没事儿，闹点小情绪。哦，女人呐，小东，安妮的事儿你必须要处理好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后院可千万不能起火呀。这我知道。有时候我担心不能给她幸福。如果这头的事儿能顺风顺水，我和安妮也能顺风顺水的过上幸福生活。可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怕安妮她。我们这头会顺风顺水，而且必须顺风顺水，否则都得沉。王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用心做的。话里有话，直说吧，你怎么看这个丁氏集团？丁氏集团不简单，丁鹏毅更不简单。哦，你怀疑他？对。也许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丁鹏毅。2种可能性：第一，优秀的企业家和毒品一点关系都没有；第二，所有的光环只是一种掩饰，实际上他就是老鬼。凭什么？在 T 哥死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南疆所有的毒品交易都是0成交，就连迪厅的 K 粉还有摇头丸都销失匿迹。到后来黑子的失踪、冰壶的出现，都证明毒品并没有消失。他们这是改头换面，换成了一个有计划的蛰伏。对，只有他们在感觉相对安全的时候，才会在特定的地点、特定的时间重新出现。而李村的冰毒化院恰恰证实了我们的推断。这个李村山林的承包方正好是丁氏集团，而丁氏集团的产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，是不可能去承包这一片偏远的山林的。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啊，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依据承包山林，再加上一个汇款区域，就断定丁氏集团与之有关。除了这些，你认为丁氏集团还有什么疑点？有。最近几天，我让人查遍了所有本市的大型企业，丁氏集团最特别。哦，说下去。首先，丁氏集团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边，没有任何的不良违规记录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丁氏集团从现在开始就必须进行合法经营。一，丁氏集团不能有任何的违法违规的记录，不能有任何的虚假账务，不走任何不正当的关系或竞争。一句话，就是不能让警察抓住任何的漏洞来查我们。丁氏集团哪怕亏损都要坚持住这一点。你们记住，只要坚持住这一点，丁氏集团就是我们一个完美的保护伞。我们不是靠它来赚钱，而是依托它来保护我们真正的事业，我们的白色王国。其次，
丁氏集团的所有员工都有特别强的向心力，几乎就是铁板一块，这是所有企业都不具备的。那就说明丁氏集团在这个方面是下了血本。既然下了血本，那就得图点什么。对。我们的员工待遇要高于同级企业的员工，给所有的人全部上3险1金，上最好的福利。新员工要严格审核其家庭成员，不能有警方的家属，不能给集团带来任何可能的风险。员工只要一进入丁氏集团，就是丁氏集团的人，不管是人还是心，你们都要给我笼络住，确保内部无泄露之忧。还有一点，丁氏集团旗下的工厂所在地曾经是南江市毒品最泛滥的地区之一，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，丁氏集团所有的员工没有一个跟毒品有染。3，这也是一条死命令。丁氏集团从上到下所有的人，绝对不许染毒。一旦染毒，不论是谁，立即清除出集团。集团不会为了某一个人而影响大局。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董事长，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干我们这行的，走好了是天堂，走不好了就是地狱。丁氏集团是我们5个人，我们在同一条船，希望大家能够同舟共济。就这些，还不止。丁氏集团一直很低调，虽然他们实现了利税大户，但是对于媒体的采访能推则推，尤其是丁鹏毅从来不上报纸。这跟很多企业动辄就大肆宣传，以拓展知名度的做法恰好相反。我认为他是在有意的回避什么。如果把这几条拆开了，哪一条都不会让别人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但恰恰是这样，更证明这中间有问题。是这样，看起来我以前的判断错了。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，老鬼并没有死。不过，目前这都是一些主观判断，并不能代表什么。下一步你想怎么办？老鬼这条线，我们追了好几年，这条剧情不好掉啊，但是值得我们期待。我建议你再花一些时间，把问题搞清楚，正是你的想法。另外，丁氏集团是本市的纳税大户，所以你要注意在面上，不要给上头抓到任何把柄。哎，杨子，你对丁立倩准备怎么处理啊？丁立倩是个好警察，但是他跟丁氏集团的关系的确要引起我们的重视。高局，我是这么想，暂时呢不调动他的岗位。1，我信任他；2，如果丁氏集团真的有问题的话，那就会打草惊蛇。所以，对于丁立倩，我会把握分寸。好，我相信你能处理好，注意方式方法，严守秘密。是。后天12点之前收工，以后不要再来了啊！那不是调动材料走？你废什么话？那还差我们的工钱怎么办？我不会欠你们钱的，到时候还你钱给你们就知道。夏明，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老板，我已经叫他们加班加点的干了。你等一会儿啊，安妮，我现在有事儿，我晚一些给你打过去啊。你让他们给我轮班倒，尽量提快速度。你看是这样加班加点的话，是不是工钱多给一点？钱不是问题，
你让他们给我注意安全。事儿办成了，我给你们翻1倍的价钱，就算我犒劳兄弟们的。哦，老板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就有谱了。心里有谱不行啊，得靠谱。你放心，老板，我保证后天12点之前，保证完成。那好，事儿一完成，我马上给你打钱。安妮，走，咱们出去转转。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刘东，我在你心里是不是一点位置都没有啊？你就不能抽出点时间来陪我？安妮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？我累了。安妮，安妮。通过目前所掌握的证据，足以证明夏明家就是制造冰毒的窝点。丁立宪，把你们这2天监视的情况说一下。好。夏明家前2天白天大门紧闭，一到晚上所有的灯就都亮着，一直到凌晨，没有任何的动静。后面3天出现了异常情况，每天凌晨2点左右就会来一辆小型的货车。接着说。货车到达之后，每次出现1个司机。戴鸭舌帽，戴口罩，看不清楚脸。司机会用3长1短的敲门声通知房内的人出来接货。那车上装的是什么？不能判定，但从他们的搬运的姿势来判断，东西不轻。然后呢？他们有没有进去或者交谈什么的？没有，每次卸下货，司机就走。高立明，他们卸货的人是8个。因为这货又多又沉，我估计所有人都出来了。其他的跟倩倩看到的一样，没什么别的迹象。我跟沈队早上去的时候，你哈喇子流了一地，你能发现什么呀？哎呀，8个人，看来这事儿不小。沈队，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大案？很有这种可能。这次你们2个人表现都非常好，尤其是丁立宪，啊，你们俩好好回去休息，晚上再去下架。是。等等，滴滴，你那兔子眼睛，晚上看清楚点。谢谢队长。安妮，今天我替菲菲的班，跟你同航班。菲菲呢？生病了？啊？你不知道啊？怎么了？菲菲昨天晚上吸毒，给警察给抓了，而且还有2年的吸毒史。我也是早上主任叫我替班的时候才跟我讲的。菲菲吸毒？她不像吸毒的人啊！我天天跟她在一块儿，我怎么没发现呢？哎呀，安妮，你还是离她远点吧，沾上毒品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！哎呀，算了，不讲了，该登机了，先走了。安妮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还生气呢？别生气了，今天专程来向你道歉的。安妮很轻易的就原谅了刘东，虽然她依旧满心疑虑，依旧不安，这种不安就像一团不确定的阴影，让她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。安妮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也许她和刘东之间不会一帆风顺。
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刘总，人我已经处理掉了。老李啊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误了事，大老板可不是吃素的。今天晚上事关重大，也是关键的时刻，也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刘总。刘东，我最近老也见不着你，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心里挺不踏实。公司的事儿太多，我自己忙不过来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。别人都说，男人都不愿意追自己身边的女人。你不会是看上别的女人吧？你听谁说的？别胡思乱想。我怎么会有其他的女人呢？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你看，今天我本来很忙，但是我还是陪你去戒毒所。哎，安妮，你去戒毒所干什么？去看个朋友。小雪，安妮是我表姐，你见过的。她一会儿过去找你，她有一个朋友杨菲菲在你们那儿戒毒呢。哎，就是挺可惜的。大刘让我问询问笔录整理好了没？小雪，那我不跟你多聊了，下次安妮过来我也来看你啊！我最近太忙了，我挂了，拜拜。搞定了。喂，搞定了。什么朋友让你这么伤心呢？是菲菲，我的同事。我们中学就在一块儿，后来又考进同一所大学，毕业以后分到同一家航空公司。每次飞到外地的时候，我们都一块吃饭逛街，我们特别合得来，什么话他都跟我说。我真没想到他会吸毒。这么说，刘东是跟安妮去戒毒所了？是。安妮这孩子太善良，太单纯了，这一点，他跟俊生很像，很像。丁鹏毅，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回头？是不是要我死了才能够让你清醒？要是真这样，那我死给你看！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不让君生知道这一切的原因，是为了我让他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因为我是个男人，我希望我深爱的女人好，所以我把一切的风险，所有的事情独自承担下来。你说我有错吗？董事长，你没错。不，我还是错。我不该瞒住他。如果我给他时间，让他一点一点地接受这一切，而不是让他在猝不及防中被迫地接受这一切的话，我想
君生就不会做出那么激烈的反应，也许他就不会离开我。也许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不是我们两个人了，而是我，君生，还有你。知道，明白。可不能看着君生的悲剧重演啊！你说的是安妮？是的，是安妮。她跟玲珑在一起，迟早会发现这一切的。安妮必须下水。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。安妮的父亲把安妮托付给我们，要的不是这个结果。我知道，他跟小倩情同手足，又是我一手把他拉扯大的。但是王叔，你别忘了，不管是安妮还是刘东，他们只有捆绑在一起，走同一条路，对双方才会更安全，对集团也才会更安全，对吗？董事长，这事儿你就放心吧。君生，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，这条路没有回头。你要求我的，我办不到。菲菲，安妮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的事儿了。这是刘东。安妮老在桌子上摆你的照片，没想到第一次见真人是在这种地方。你别这么说，坐吧，坐下慢慢聊。菲菲，怎么会弄成这样啊？安妮，想不到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人。我是你的朋友，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出这么大事，我能不来看你吗？你知道吗？
我进来之后，我男朋友连影子都找不着，还有我爸妈，他们也不来看我，他们肯定是来嫌弃我了，肯定觉得我给他们丢人。别这么想，事情太突然了，他们肯定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，过段时间会来看你的。菲菲，一定要想办法把毒品戒掉。安妮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后悔，我为什么不早点把毒品戒掉？弄得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我怎么这么不争气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只要把毒品戒掉，你以后还会有希望的。我会照顾好菲菲的，让她争取早日脱瘾。她能戒掉吗？戒毒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，需要像你们这样的朋友、家人、社会的共同关心和帮助。我真是恨死那些毒品，看见菲菲那个样子，我真是觉得挺可惜的。是啊，一旦吸上毒品，他们就要终身在吸毒和戒毒当中挣扎，一辈子就算是没了。小雪，我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。真的，你真的想帮助他们？我能做什么？算了吧，安妮，你能干什么？安妮可以帮上忙的。中秋节快到了，我们受教所正在准备组织一些受教人员排演节目，鼓励他们走向新生。可惜啊，丁丽倩知道我这个人缺乏文艺细胞，我来给他们排练，我还可以帮他们一块做演出服装，这是我的强项。那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，下周见啊。嗯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再见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这种地方。怎么了？这帮吸毒的人啊，都是社会的渣子。人一旦染上了毒品，是没那么容易戒掉的，终究是没有什么用。你还以为他们是什么社会的栋梁？像你这样生活在美好世界里的女孩，就不应该来这种地方。可总得有人关心他们、挽救他们。该千刀万剐的是那些毒贩子。要是没有毒贩子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通这些东西。哼，他们能有今天，那完完全全是自找的。当初他们要是抵制了毒品的诱惑，那就不会堕落，那么也就不会有人贩毒的。这个世界上的人分3、6、9等，像这帮吸毒的人渣能走上这条路，那完完全全是自己选择的，能怨得了谁啊？你要说菲菲是人渣，我不同意，我接受不了。她很优秀，她只是抵受不住毒品的诱惑而已。好了好了，你，我们就不要争了吧。再说，这件事情也不是你安妮操心的事儿啊，不是有警察吗？让他们去问不就行了吗？是，我知道，我的理论有些绝对，但是我希望你好好想想，等你想通了，就会觉得很有道理。我真搞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想。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，行了吧？安妮，你看我们难得聚在一起，就别为了这种不相干的事情吵架了吧？啊，想想我们晚上吃什么？日本料理，还是法国菜？我听说你陪安妮去了戒毒所。是安妮，她非让我陪她去的。有些事情不能由着女人的性子来。哦，你说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当警察的小倩，够让人心烦的了。
如果再来一个忙着帮人戒毒的，这……董事长，我会小心的。刘东啊，光自己小心还不够。有机会你要给安妮洗洗脑。必要的时候，也让安妮试试脚。只有这样，你、我、大家才能安全。干我们这行最怕的是有人反水，那么最安全的是大家都在水里。你说是不是？李村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？我都安排好了，就算他们找到了夏明，死人是开不了口的。我现在就是担心仓库的原料出什么问题。雷子端了李村的点儿，顺藤摸瓜找到仓库，那是早晚的事儿。我让老李赶快去处理一下。这丁氏集团这几天是碰上丧门星了，净是些鸡飞蛋打的烦心事儿。看来这个沈飞扬是跟我们较上劲了。高凌明，我现在真怀念在学校的那段时间。教官说的没错，当一名好警察，要适应在任何气候条件下执行任务。教官说的有远见。高凌明，问你个问题啊。说。当初让你来报考警校，你现在遗憾吗？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？当然是实话啊。实话的话，是我不再考虑这个问题。我承认吧，当警察不是我最初的梦想，但人生没有假如，也无从比较。我既然选择了做警察，我就一定干好。如果我要做 IT 精英的话，我也会做好，而且会干得很有成就感。当然了，我现在在做警察，我一定会干得很出色。再说吧，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吧，越来越是这块料，天赋。嘚瑟。什么叫嘚瑟？哎，还有，我能天天和你在一起，特高兴。你少扯上我啊！哎，我真心的。高凌明，你听我说，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、朋友。行吧，只要你高兴，咱们都行。哎啊！灯灭了，灯灭了。我看看。看着吧。高凌明，是不是他们发现我们了？不可能，肯定有情况。你赶紧联系沈队，快点。402呼叫总部，402呼叫总部。总部收到，402请讲。情况有变，对象灯火全灭，声息全无，完全停工，报告完毕。402原地加强监视，有情况随时报告。402明白，402明白。提起精神来吧，今天晚上肯定有情况。安妮最近总做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刘东消失了，
离开了自己。安妮理解为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自从上次和刘东一起去过戒毒所后，刘东依然神秘，依然忙。安妮并不怕刘东忙，她怕的是忙的背后隐藏的秘密。她觉得她必须做点什么了。小倩那还没有开机，那警队怎么说？还是老规矩，保密。哎，最近你有没有听说市里头有什么大案？没有，一切都平平顺顺的。平平顺顺的，这么多天不开机，不是个好兆头。您是不是担心老李那儿会出篓子？老李那儿要出篓子，所有人都得沉。要不让老李先撤回来吧。姨父，安妮，哎，怎么？我想找你聊聊。就这些？这么多可疑的地方还不够啊！我知道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，可我们航空公司那么多男人，也没一个像他那么忙的呀。再说了，白天忙，那晚上也该休息吧？他晚上比白天还忙，这也太说不过去了。我都好些天没见着他了。那你今天来找你姨父我，就是想问问我，刘东是不是到底真的这么忙？刘东做的那些事儿都是你给安排的，您最清楚了。其实我也不想怀疑他，我就是想让你给我个靠谱话。靠谱的话，那好。你看啊，丁氏集团上上下下1000多号的人，能拿主意的、决策的也就这几个人。你姨父我、雅琴，还有旺叔，还有一个就是刘东，啊。那么我跟你旺叔呢，算是老弱了。那么雅琴呢，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。那么现在数来数去，最精明、最能干的，就是刘东了，对吧？你说他能不忙？还有公司现在正处在关键的时候，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小心把控，所以最辛苦的就是刘东。女人的最大事业就是男人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应该多关心他，而不应该怀疑他。他要是外边有别的女人，你可不能替他瞒着我。他真要是有这种花花肠子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那他要是也瞒着你呢？其实我也不想这么怀疑他，我就是最近老做噩梦，梦见他不见了。一醒过来我就心慌，心里不踏实。安妮啊，这样吧，你信你姨父吗？我信啊，我不信您，我还能信谁呀？那好，既然信我，那我劝你回去。不要多想，该工作工作，该睡觉睡觉。等忙完了这阵子，我给刘东放个长假，把这阵子因为忙而疏忽了你的时间翻倍的补回来，好不好？真的？当然真的了，但是前提是这阵子你必须多体谅刘东，让他专心工作，事情早完成早休假嘛。是姨父，帅不帅？跟小倩学的。帅，帅极了。那我走了啊。好。啊，对了，以后你别再说你自己老弱了，我不爱听。在我心目中，您就是我的父亲。越老越帅，越老越拉风，像尼古拉斯凯奇一样。再见。丁鹏毅有一瞬间的愣神，安妮的这番话突如其来，郑重其事，
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在安妮心中会这么重。丁丽倩是他血脉的延伸，现在昏天暗地的和隐匿着的他做斗争，安妮却把自己当成他的家人。这一刻，丁鹏毅的心感觉到了一种早已被他遗忘的温情和温暖，但立刻恢复了冷静的温度。董事长，老李和李村的那批货到底怎么办？李村的货就是我们丁氏集团东山再起的全部资本，就是提着脑袋也得赌一把。现在小倩这边还只是怀疑，您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李村取货的事儿可以推一推，看看动静。不行，李村的货多放一天，只会多一分风险。只要熬过今晚就好了。希望能顺顺当当的。你要盯着安妮啊！你要做的不是提醒刘东注意，而是要提醒刘东尽早的让安妮下水。安妮不下水，就是摆在刘东身边的雷呀。安妮下了水，那就是刘东的臂膀。是。可这事儿我问过刘东，刘东怎么说？他不说同意，也不说不同意，只说等机会看看再说。那还是不同意啊？刘东跟安妮青梅竹马，当然不愿意了。就像当时君生在的时候，我也不愿意他下水。结果我明白，这事儿我会随着刘东办的。哦，对了，尼古拉斯·凯奇是谁啊？尼古拉斯·凯奇，尼古拉斯·凯奇。哎，对了，那是不是那什么开西餐厅的老板呐？就跟肯德基创建的老头似的。安妮说，他越老越帅。哦，那安妮一定是说董事长越老越帅。他要喜欢的不是刘东，也许会生活得更好。也许吧，这都是命。每逢做大事，丁鹏毅总会做同样一件事：等待。在这个关系着丁氏集团盛与衰的时刻，他和望舒一起等待着，等待着李村那批货的消息，等待一场悲或者喜、前途叵测的结局。这贯穿他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赌，为他从 T 哥手里赢得了丁氏集团，却输了君生；赢得了望舒、雅琴等一批忠诚的合作者，却输了老安。也许还有老安唯一的女儿安妮的幸福。这个刚刚没多久之前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早把他当成自己的父母，跟小倩一样清澈认真的女孩，这一晚同样在等待的绝不仅仅是他丁鹏毅。从通宵达旦的亮灯到全线灭灯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这批货他们干完了。那既然干完了，就应该有人上门取货。对，
那什么时候取、哪天取，我们无法知道。我们就这么赶过去，未必能人赃俱获，反而容易打草惊蛇。你想想，他们通宵达旦的赶工，就说明对方催得紧，要得急。所以今天晚上，他们一定会取货。队长，老鬼一向狡猾，还有一种可能性，是不是丁立倩和高黎明被发现了？灭灯也是一种试探。我相信他们俩。别感冒了。高黎明，你说现在是抓捕罪犯重要，还是感冒重要？都重要啊。作为你的哥们儿啊，我现在跟你提几点意见，你考虑问题总不能从全局出发，老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行了，你穿上吧，别感冒了。这说你的问题你还不承认？你知道我们省队那大刘丁力为什么那么服他吗？因为他是队长呗。错。你别看我们省队说话硬邦邦，性子硬邦邦的，可是他只要工作起来，这些缺点就全都不见了。看不见那是你不去看，不代表缺点长翅膀飞了啊！你又错了，那是他自身焕发的光芒，把他所有的瑕疵都给掩盖了。是缺点，不是瑕疵啊，倩倩。管得着吗？丁立倩，省队，什么情况？从晚上6点到现在没有任何动静，一盏灯都没亮过，非常反常。停！段老板，咋看啥了？来，这儿还有别的路可以绕着走吗？我得问问赖子。这地他路熟。行，问问。还有一条路可走，得从里村绕过去，但是呢，得多走了3公里，而且呢，路还不好走。行，绕着走啊。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丁力，你瞎说什么呀？我们俩一直很小心的，肯定没有被发现。不是不相信你们，但这老鬼太狡猾了。我们盯了他们这么久，不是也没抓到吗？哎，你说这话不是瞧不起自己人吗？刘立倩，你过来。现在除了这条路以外，还有什么路可以到夏明家？还有一条路，不过得绕一个大圈，特别难走。
他们肯定不会走那条路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这样啊，那个大刘、迪丽，你俩跟着我；高立明、丁立倩，你们俩继续留在监视车上监控夏明家，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报告。是。是。上车。老板，是做大生意的吧？哎，卖点药材，什么大生意啊？老板，这么说，就不把我当哥们了。你别看我是个开车的，可是我见的事多，对你们这一行我懂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多嘴的。你懂什么呀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老板八成是走了一些私货吧？是烧了点私货，挣点小钱。这我就挺纳闷了，在这鸟都不生蛋的山旮旯里，能有警察来？你们也太小心了点吧？不会是贩毒吧？哎呦，兄弟，你可别吓唬我！不能，来，拿着啊！嘿，老板，你也太爽快了。那我们就是哥们了，这钱也得拿回去。嫌少啊？哪能呢？你说我们是不是哥们？算是。既然是哥们了，再谈钱，那太伤感情了。那你说个明白话吧，你想要多少？这话我不太好意思说。这样的，你看我们是跑运输的，累，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，那不是有财大家发吗？要么把你的那些货，你胃口也太大点了。老板，你看怎么样？要是我不同意呢？啊，车坏了，不能走了。车坏了，车真的坏了？不是不走了，是不能走了。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是云溪村，我是这地的女婿，我只要一喊，这里的人马上把你们领走。到底能不能走？快滚！谁让你动枪的？对不起，大哥，对不起。你给我捅娄子了，你知道吧？高立明，出事儿了，我们要去增援省队。不行，省队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咱们得严厉监控夏明家。拿着。哎，站着！哎，赶快上车上，找点废酒瓶子来，把这路都给我砸满喽！快！安妮在满世界找你呢，你却躲在这儿陪我喝酒。我总不能找旺叔喝酒吧？他看见我喝酒，肯定会说的。就是因为你喝酒，啊，上次才误的事儿。哎，
再说，我现在不能跟他在一起。我能告诉他，我心里就像锅里的煎饼一样，翻来覆去，双面焦黄。是不能。安妮是玻璃房里的鲜花，她根本不知道生活的残酷。她就是一直生活在自己美好的世界里，就算有点小情绪、小烦恼，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。不过，我最喜欢的也是她这一点：美好、善良、纯洁。你和他在一起，就会觉得生活很简单，幸福也很简单。是啊，简单的生活，简单的幸福。你羡慕吗？是，我羡慕。不过，前提是得挣够钱，物质决定上层生活。我可不想我刘东的未来，就是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。挣那么一点点的薪水，什么柴米油盐、鸡零狗碎，再遇到个病啊、灾呀什么的，就到处找钱，哼，那生活也太俗了。你说，我刘东是不是很没有志向？4年留美读博，又在缅甸跟了老金3年，我总该体现一下自己的含金量。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吧。是啊，每个人想要的生活都不一样。我想要的就是柴米油盐、鸡零狗碎，可是我要不起，要不起又不甘心，所以只有等。一定是有人故意的。我估计，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。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所有人都调到这个地方来。给我，高立明，高立明，收到。马上对夏明实施抓捕。明白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队长。我听见有枪声，我害怕你们出事儿。夏明小路那边有高立明盯着呢。行，你来的正好，走吧。哎，我……你这样，你留下来，后备箱里有备胎，你把它安上。开开。夏明呢？我不知道。董事长不是一般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转个身，一切都会不一样？我要是转身，那我过去那么多年的等待就毫无意义了。如果我要是转身了，就只有一个结果，我死心了。可是他现在身边没有别的女人，这就足够了。其实你知道，董事长是没有爱上过别的女人，是因为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君生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是现在君生不在了，只有我还在。我会一直等下去，
也许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等待，可是我要等一个结果，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。来，为了我们各自的人生价值，干杯！好吧，为了各自的人生价值，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。雅琴，就是等最后这一次了，或者要出手了，什么都好办了。消息来了，刘总，仓库被雷子端了。完了。402，402，402，402。太不够意思了，现在才想起我。不但我回来了，我还给你带了2辆卡车过来。卡车？哪儿来的？他们留下的。既然他们把卡车开到这儿，那肯定能派上用场。哟呵，有点意思。行啊你啊，脑子瓜子挺好使。董事长，李村出事了。